国务卿马可·卢比奥，我们现在就在空军1号上，我们正飞往中国。这些会谈非常关键。我的第一个问题是，你是否认为中国是我们最大的地缘政治对手？是的，从地缘政治角度看，它既是我们最大的政治挑战，也是我们必须管理的最重要的关系。我的意思是，它是一个强大国家，而且会继续发展，但我们的利益会和他们的利益发生冲突。为了避免战争，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，我们必须管理好这些冲突。显然，有些领域对美国来说非常重要，我们将会提出这些问题，并且会继续这样做。总统也会继续这样做，可能也会有一些合作领域，我们要确保我们不会放弃这些合作。你知道的。这很有意思。总统总是说的一件事是，他是美国优先。他明白习近平主席会是中国优先，普京会是俄罗斯优先。我认为从历史上看，有这种理解有点独特，就好像我们应该对他们把自己的国家置于我们之上感到惊讶一样。实际上，当你理解了这一点，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事务才能最好的开展。每个国家都应该做最符合自己国家利益的事情。那么，当我们的最佳利益和他们的最佳利益一致时，也就是利益趋同的领域，那就是合作发生的地方，那就是联盟形成的地方，那就是深厚友谊建立的地方。当他们想要的和我们想要的发生冲突时，那就是外交工作和领导人之间个人关系至关重要的事。有时候一些冲突问题是无法调和。我认为伊朗就是一个例子。宗教政权想要拥有核武器，而以川普总统为首的全世界都说那完全不可能，不能发生。所以不幸的，有些领域就是这样。但也有一些领域，如果我们能找到共同点，那将是非常强大和重要的。但我们必须管理好这些双边分歧，因为它们非常重要。当时两个强大国家的时候，你知道的，如果关系破裂，可能会对全球经济和全球和平产生巨大的影响。我稍后会回到伊朗的问题，让我继续谈中国。贸易关税、知识产权盗窃、台湾，我认为他们对伊朗的帮助也是其中一部分。是的，所有这些话题都会被提及。毫无疑问，就印太地区、台湾等等而言，任何强行改变现状的做法都不符合中国的利益，也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。我认为那里的稳定非常重要。我们已经向他们明确表示，任何对伊朗的支持显然都会损害我们的关系，这显然会在这次对话中被提及。至于贸易，你看，美国非常明确，我们必须能够自己制造我们的东西，我们不能100%的依赖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来获取我们所需的一切。你知道的，当你100%的依赖任何其他国家来获取你所需的一切时，你就会非常脆弱。同样，你知道的，中国他们希望全世界100%的依赖他们，因为这会给他们带来实力和影响力。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利益不一致的完美例子。但是总统非常致力于将工厂迁回美国，恢复美国的工业产能，并使我们的稀土、关键矿物和供应链来源多样化。你知道的，川普总统在采访中向我描述，习近平主席说他沉着冷静，一切以公事为重，不讲究那些客套，尽管会有一场国宴。我知道这是您第一次访问中国，但这并不是您第一次和中国打交道。是的，你看他们的体系非常有纪律，也非常专注。当你和他们交谈时，他们有自己的议程，并且会按部就班地推进。总统的风格截然不同，但他们似乎保持着非常好的，至少是人际关系，这很重要。听着，两国之间的分歧依然存在，但当两国元首拥有良好的工作关系时，尽管管理这些分歧仍然是困难的工作，但会更容易一点。而他们似乎就是这样。是的，我也这么认为。您怎么看？您对习近平主席有什么看法？我的意思是，您读到他们的经济正在挣扎，您读到他被孤立了，您读到普京和习近平主席都有相当高的偏执程度。在会议前，您从远处观察习近平主席，你有什么看法？是的，我认为我对他们的看法一直以来都是这样，那就是中国有一个计划。我的意思是，他们清楚地看待自己，他们相信自己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，他们会超越美国，而且他们有一个实现这个目标的计划。他们
们正在执行这个计划，我并不责怪他们。如果我是中国政府，我也会有同样的计划。而我们不这么看，我们不是想限制中国，但他们的崛起不能以牺牲我们为代价，他们的崛起根本不能以牺牲我们为代价。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会有分歧，但我的看法是，他们和中国政府都非常自信，他们有一个计划，而且他们正在努力执行这个计划，这很好。我从国家层面理解这一点，但当这个计划与美国的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，我们就需要做对美国有利的事情。这次访问中会提到这一点，但更重要的是，这将是两国关系长期以来的一个特点。如果你们有一个目标，这有点难，也不是一个公平的问题。但如果你对这次峰会有一个目标，因为这是一件大事，你将要去，总统将要去，国防部长也在这个计划中，还有很多其他人，而且美国所有顶尖的商业领袖都将参加这次访问，这有点不可思议。如果你有一个目标，你希望它是什么？你会怎么说？你会如何定义一次成功的访问？我认为这已经是一次成功了，因为我们正在前往，而且我们将能够与他们对话，而不是对他们喊话。你知道，打电话是一回事，发布信息、新闻稿和声明又是另一回事。但当领导人真正进行面对面交流时，不仅仅是总统对总统，还有我与他们的外交部长，以及皮特·赫克塞斯与他们的国防部长等等，这就建立了沟通渠道。在潜在冲突或紧张局势加剧时，这些渠道可能非常宝贵，所以这很重要。我还在想，虽然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宣布，但有一些独特的合作领域，我们可以共同努力。显而易见的一个是芬太尼前体生产问题，中国因为其体制能够做到这一点，可以真正打击这种生产，这将有助于降低美国芬太尼致死人数。还有一些其他的国际关系领域，我们可能打算私下与他们讨论，我们不会在媒体上宣布，但这些是我们双方都有一些担忧的领域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是一个很棒的发明家。知识产权盗窃的程度不仅影响了他整个的生意，也影响了许多美国公司。这是个大问题吗？没错，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。即使我们努力保护我们的公司和竞争优势，我们也会继续向他们提出这个问题。我认为没有必要否认，事实是，你们在中国商业、工业和技术领域看到的许多进步，并非全部。但很多都是知识产权盗窃或逆向工程的产物，而逆向工程本质上就是盗窃我们自己的技术。所以这个问题必须得到解决，但我也认为我们不能只依赖于此，我们必须在创新方面保持领先。如果他们偷窃或拿走的是5年前的尖端技术，那是一回事，但对于5年后将是尖端的技术，我们必须继续投资，并推动我们的公司继续保持领先，超越这种盗窃的速度，继续引领世界的创新。也许我想问你的关于伊朗的问题，最好的过渡方式是中国，无论是公开声明还是实际行动。虽然一艘中国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击中，很有意思，但显然他们一直采取着非常不同的立场。你一直在读到，情报显示他们一直在帮助伊朗人。显然，这对他们来说更重要。我们已经向中方提出了论点，我希望这能说服他们。本周晚些时候，联合国将就伊朗在海峡的所作所为通过一项谴责决议，届时他们将有机会对此采取行动。你看，有3点原因：中方的船只被困在波斯湾，因为建立一个系统，说我们让某些船只通过，而不让其他船只通过。这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你看到一艘中方的船只，虽然不是悬挂中国国旗的船只，但它运载的是中方货物，周末被击中了。我确信伊朗不是故意为之，但他们确实做了，事情发生了，所以这些中方船只才被困在那里。第2点是，我不认为中方可以否认这是一个巨大的不稳定来源，它威胁到亚洲的稳定，程度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，因为它严重依赖海峡获取能源。第3个原因是，中方的经济是出口驱动型的，这意味着他们的经济不是由国内消费驱动的，而是由他们制造并销售给其他国家的产品驱动的。那么如果世界各国经济因为海峡的这场危机而崩溃，他们就会购买更少的中方产品，中方的出口将会急剧下降，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符合他们的利益。我们希望说服他们发挥更积极的作用，让伊朗放弃他们在波斯湾正在做的和试图做的事情。你知道，我以为你已经有很多工作了，既是国务卿又是国家安全局的，你知道，国家安全局的负责人。然后你前几天又去做了白宫新闻秘书。
不会了。卡罗琳是无可替代的，我当时只是去帮个忙。看起来你挺喜欢，玩得挺开心。是的，但如果每周都做，我不知道是否会开心。但做一次还不错，而且我挺享受的，你知道的。而且主要都是关于外交政策的，所以我很荣幸能做这件事。但我们迫不及待想看到卡罗琳回来，她生了一个漂亮的宝宝，我们祝她一切顺利。但我们太想她回来了。照片很漂亮，但既然我们谈到了伊朗问题，我想具体问你一下，因为似乎有2个主要问题一直在发酵。我和总统有过一次谈话，一次私人谈话，我确实问过他，我是否可以谈论这件事儿。大概1周前，我问他，你知道的，你打算重新开始轰炸吗？我说，你可能在15分钟内就能摧毁他们的经济。他说不，肖恩，我5分钟就能搞定。他说，但他后来又说了些什么？你在替卡罗琳代班时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提到了这一点。你说，想象一下，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伊朗的世界，别提海峡了，他们会把整个世界都当作人质。说得对，似乎总是会突然冒出这些奇怪的阴谋论。哦，总统这样做是为了以色列，或者是为了福克斯新闻的主持人，或者是为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。我问所有人，根据史蒂夫·维特科夫告诉我们的，他还有别的选择吗？不，你看，过去20年里，历任总统都一直担心伊朗的核计划。奥巴马总统因为担心这个问题，和他们达成了核协议，虽然不是一个好的核协议，但他确实达成了。现任总统推翻了这项协议，并实施了严厉的制裁，还除掉了对美国构成威胁的苏莱曼尼。乔拜登当时急于和他们重新达成核协议。整个世界，你知道的，法国、德国、英国，他们去年因为核威胁对伊朗实施了新的制裁，也就是所谓的快速恢复制裁。整个世界都看到伊朗正在建立常规军事能力，他们将拥有如此多的导弹和无人机，足以压倒任何人的防御。一旦他们拥有了这种能力，就没有人能对他们的核计划做任何事情了，因为他们会说，如果你攻击我们的核计划，我们就会摧毁海湾地区的6个国家，而你将无法防御。你将没有足够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，你知道的，因为你会面对这些无人机群、这些火箭群，他们当时已经处于边缘，再过1年，他们就会达到那个地步。总统说，那是一个无法容忍的风险。人们很难理解这种联系，但这种联系是非常真实的。他们正在建造如此庞大的数量，他们将拥有如此多的无人机和导弹，以至于没有人能够攻击伊朗，因为结果将对该地区造成灾难性的影响。一旦他们拥有了这种豁免权，他们就会发展核武器。我们知道这一点，总统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在他的任期内发生。好的，我们来谈谈西半球，我们和委内瑞拉的关系是怎样的呢？我知道这一定是一个你非常关心的问题。是的，我知道你的家庭背景，那是古巴。好的，关于委内瑞拉已经过去4个月了，所以我认为我们在改善委内瑞拉方面取得了一些稳步进展。听着，我们正在努力使那个地方正常化。这是一个拥有巨大财富的国家，但所有的财富都被窃取了。这些财富并没有惠及委内瑞拉人民，所以我们建立了一些机制，你知道的。他们现在所有石油收入都存入纽约的一个银行账户，由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审计，并用于支付教师、消防员、警察和大学教授的工资。所以10多年来，第一次这个国家的财富真正惠及了委内瑞拉人民，但还有更多工作要做。最终，随着我们推进这个进程，我们将不得不达到一个过渡阶段。届时，你们将不得不使政府正常化，必须有一个合法的程序，让人们看到并说这是一个合法的永久政府、总统职位选举等等。那个时刻必须到来，但它必须是我们不想等太久，我们希望看到它发生，但你也不想行动太快，因为整个事情可能会崩溃。所以这是一个很难管理的事情，但才过了4个月，我认为我们应该感到满意。今天的委内瑞拉比4个月前更好，但它需要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。至于古巴，情况就非常不同了，古巴根本没有经济。如果古巴有任何财富，别提它不会流向人民，它甚至不会流向政府。财富由一家私人公司控制，这家公司由军方将领拥有，他们拿走了所有的钱，他们坐拥数十亿美元。好的，这是一个人们现在真的在街上捡垃圾吃的国家，但他们却有一家公司控制着那里所有的赚钱活动，这家公司坐拥150亿、160亿美元，所以这是一个崩溃的、功能失调的经济体，而且不可能改变它。我希望情况有所不同，但我个人认为
只要现在掌权的人继续掌权，你就无法改变古巴的经济轨迹，这就是必须改变的地方，因为这些人已经证明了他们无能。我希望我错了，我们会给他们一个机会，但我不认为这会发生。只要那些人还在那个政权中掌权，我认为我们就没法改变古巴的轨迹。如果这些人不再掌权，我可以想象美国的财富和公司会把古巴作为一个投资目的地。古巴拥有一个庞大的侨民社区，你知道的，那些古巴裔美国人会回去投资，但我认为全球都会有兴趣。你看，古巴拥有大量的矿藏，你知道的，其中一些稀土矿物是世界上最好的。他们显然在旅游业和农业方面有巨大的机会，那里有非常肥沃的农田。所以古巴不应该是一个贫穷的国家，它的人民不应该挨饿，它的人民应该富裕。而最有趣的是，你可以在世界各地看到古巴人，在美国、在欧洲、在巴拿马，古巴人离开古巴去其他国家，他们都成功了。世界上唯一一个古巴人似乎无法繁荣和成功的地方就是古巴。